误打误撞来恐龙岛当保安的第二天，黑心的实验室研发的变异恐龙冲破了围栏，整座岛彻底失控，所有人都逃了，居然没人通知我撤离，我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我叫阿文，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来恐龙岛当保安的第二天，在偏远的山脚下，只有我一个人守着连接野生恐龙自由区的出入口。昨晚，警报声突然响起，牢固的铁丝网出现了破口，不远处出现一双带着忧虑瞳孔的不明生物。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进保安亭，反手就把保安亭的铁门死死锁上，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，像是要挣脱束缚，耳边还回荡着那震耳欲聋的警报声和那诡异的婴儿哭声。我背靠着冰冷的铁门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冷汗浸湿了刚换上不久的保安制服。透过窗户，我紧张地望向外面，夜色浓稠如墨，只看见铁丝网破洞和周围的灌木丛上勾勒出模糊的轮廓。刚才那两盏幽绿色的光点已经消失不见，但那股腐臭的气息似乎还弥漫在空气中，让我阵阵作呕。我不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是恐龙冲破了围栏，还是有其他什么可怕的东西？巡逻队队长说过安全区有暴龙撞断了围栏，难道那些恐龙已经跑到这边来了？无数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里翻腾，让我浑身发冷。我蜷缩在墙角，紧紧握着那根冰冷的电击棒，一夜无眠。只要外面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，我的神经就会瞬间绷紧，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，我才敢稍微放松一点，但依旧不敢打开门出去查看。清晨6点，第一缕光透过窗户照进保安亭，驱散了些许寒意。我揉了揉酸涩的眼睛，走到监控屏前，按下了刷新键。12块屏幕依旧显示着熟悉的画面，摇曳的树影，偶尔窜过的小型迅猛龙，似乎一切都和昨天一样平静。可昨晚的经历却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脑海里，让我无法相信眼前的平静。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我才想起昨晚光顾着害怕，连冷掉的饭团都没吃完。我从背包里拿出仅剩的面包和矿泉水，这是我带来的储备粮，开始吃起来。我尝试着用对讲机联系总部，可里面只有沙沙的电流声，根本没人回应。难道是设备坏了？我自言自语道，心里却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我又试了几次，结果还是一样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暂时放弃，继续守在监控屏前，密切关注着外面的动静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外面依旧静得可怕，连平时偶尔能听到的恐龙叫声都消失了。这种异常的安静让我更加不安。突然远处传来直升飞机轰鸣声，直升飞机朝保安亭投入升空。我兴奋地冲出门，在马路上朝头顶的直升飞机挥手。我看着直升飞机朝大海方向飞去，四周慢慢地恢复宁静。我看到马路边铁丝围栏出现的破开，突然意识到自己处在危险状态，赶紧跑回保安亭内。中午12点，我煮了一碗泡面当午餐，吃着热腾腾的泡面，我稍微感到了一丝慰藉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听到铁丝网外传来咔嚓一声脆响，像是树枝被踩断的声音。我立刻放下泡面，冲到监控屏前，死死盯着对应的屏幕。屏幕里，一只体型比迅猛龙大上不少的恐龙出现在画面中，它的皮肤呈暗绿色，布满了不规则的斑纹，嘴巴里露出锋利的獠牙。它正用头不停地撞击着铁丝网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铁丝网在它的撞击下微微晃动，上面的铁锈簌簌掉落。我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，双手紧紧攥成拳头。这只恐龙我在应急手册上见过，是食肉牛龙。手册上说，它虽然没有暴龙那么强大，但速度极快，同样极具危险性。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安全区的事故比我想象的更严重？食肉牛龙撞击了几分钟后，似乎累了，停了下来，用那双凶狠的眼睛扫视着周围。当他的目光扫过保安亭时，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，生怕被他发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转身慢悠悠地走进了灌木丛，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。刚才那一幕实在是太惊险了，如果铁丝网不够坚固，被他撞破了，或者昨晚那个破洞更大，我恐怕就凶多吉少了。
我走到铁门前，检查了一下门锁，又用手推了推铁门，确认它足够牢固。下午3点，我再次尝试用对讲机联系总部，依旧没有任何回应。我开始有些慌了，难道总部也出什么事了？今天也没人过来例行检查，又没人给我送吃的。我在保安亭里来回踱步，心里像揣了一只兔子，七上八下的。我想到了那个前任保安留下的留言，遇到异常立刻锁门，别信任何人。难道他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？突然，我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像是人类的声音。那声音在寂静的山林里回荡，让人毛骨悚然。我赶紧跑到窗户边，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，可除了茂密的树林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的心跳得更快了，那声惨叫意味着什么？是有工作人员遇到了危险吗？我要不要出去看看？可理智告诉我，不能冲动，外面太危险了，而且那个巡逻队队长也说过，晚上听到什么动静都别乱跑。我只能强压下心中的担忧，继续守在保安亭里。夕阳西下，给整个山林染上了一层金色，可这美丽的景色却丝毫无法缓解我的紧张情绪。我拿出应急手册，又仔细看了一遍，希望能找到应对目前状况的方法。可手册上大多是讲遇到不同恐龙时的应对策略，对于这种通讯中断可能发生大规模事故的情况，却只字未提。晚上8点，我准备休息一下，养足精神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。可我刚躺下，就听到外面传来咚咚咚的声音，像是有什么重物在撞击保安亭旁的大铁门。我立刻从床上弹了起来，抄起电击棒，警惕地盯着门口。撞击声越来越密集，越来越响亮，整个保安亭都在剧烈晃动，屋顶的灰尘簌簌落下。我能听到外面传来低沉的咆哮声，那声音充满了愤怒和狂暴，让我不寒而栗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咬着牙，强忍着恐惧，心里不断祈祷着大铁门足够坚固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监控屏上，一只巨大的恐龙已经出现在铁丝网旁的马路上了。它的体型比我之前见过的食肉牛龙大得多，脑袋巨大，嘴巴张开时能看到里面锋利的牙齿，正是应急手册上描述的暴龙。暴龙朝着天上吼叫，它用巨大的身体撞击着铁门，每一次撞击都让铁门发出痛苦的呻吟，上面的焊点开始脱落。不知道这道铁门恐怕撑不了多久了，到时候会有更多恐龙直接通过铁门逃跑出来。我绝望地看着监控屏，大脑一片空白。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？突然，暴龙停止了撞击，他抬起头，朝着保安亭的方向看过来。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仿佛穿透了墙壁，死死地盯着我。我的身体瞬间僵硬，连呼吸都忘了。而就在这时，保安亭里的应急灯突然熄灭，整个房间陷入一片黑暗。